外边，我叫孙坚，我穿越到了古代一个名为大秦的王朝。原主是一个考了3年没考上举人的穷秀才，还因为吃不起饭被饿死了。什么天崩开局啊！好在我激活了好感度系统，娶了3个貌美如花的老婆。本想过上神仙日子，可是没想到我的二老婆周娘子碰见了一群蒙面人，被抓走了。什么？官人，这些可都是我们这儿的精英啊！我来万花楼，就是来救我二老婆周婉儿，庸脂俗粉。走啊！别走啊，官人！今天啊，我们这儿可是到了一个极品，堪称鸡中凤凰。您去房间里等着，我包您满意。哦，是你放开我！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！我告诉你，进了我万花楼，我管你过去是龙是凤，全都得给我变成鸡，而且是那种咕咕叫的小母鸡。你这么对我拿来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根本不知道我万花楼的后台有多硬，你男人来也得卖艺。走。你不要过来啊！你再过来的话，我死也不会答应你的。这小蹄子不配合，万一把里边这位爷给得罪了怎么办？欠调教的东西，看我怎么扎他！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就动手了。还学会动手了？相公，我知道，相公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之前大老婆和3老婆好感度已经提升到100%，只有这2老婆还没通关。无师自通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从今以后，我万花楼将再添一新头牌。我们走。嘘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婉儿，跳下去。太高了，相公，我怕，要抱抱。调皮，来。哎，二夫人，你放心，我兄弟2人臂力惊人，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事。没问题的。他们人呢？相公，你好像长高了。什么？I'm sorry 啊！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。今天一个也别想走。教主，这是我们的楼主南宫红颜小姐，同时也是我们黑莲教的教主。这万花楼背后果然不简单。见到教主还不下跪？不必了。听闻孙首领足智多谋，以一己之力收服了红龙县方圆100里的山寨。此等英雄，小女子尊之敬之。不知孙首领能否加入我黑莲教，和我一同推翻这大钱的暴政？原来这娘们抓婉儿是想诱我来一同造反。此人色相外露，应极易被我掌控。我靠！我怎么能听到他的心声？发现 S 级好感度对象黑莲花南宫红颜，宿主是否绑定？相公，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。你要是敢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，我就让顾姐姐冤了你。哎呀，好。南宫红颜是 S 级好感度对象，提升好感度会带来丰厚奖励。先为宿主介绍她的身世来历。南宫红颜本为大前名相南宫杰之女，因被魏贤所害，导致满门抄斩。南宫红颜为报血海深仇，组建黑莲教，誓要推翻大前王朝，首任奸相魏贤。之前我杀了魏贤之子魏忠良，给子建和倾城报了仇，没必要再沾染他人因果。再娶一个，他们仨肯定会阉了我的，系统别搞我呀！鉴于南宫红颜为 S 级对象，好感度达到25，将为宿主自动绑定。
还好还好，我只要不让他提升好感度就行了。大钱奸相当道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孙郎乃当世英雄，理应行侠义之举，与我等一同推翻暴政。我以身入局，就是要让天下英雄心甘情愿做我裙下之臣，助我手刃魏贤。这孙坚也有3个老婆，必是贪恋美色之辈，又岂能逃脱我的掌控？靠，这娘们的骚劲儿都是演的，实则是一心不成的黑莲花。只要我表现得够猥琐，她就不会提升好感度。教主，我本是一山野村夫，过惯了闲云野鹤的日子，无心逐鹿天下，还望教主放我等一家离去。相公，你真好，我回家以后狠狠的奖励你。好。这个色胚竟然会拒绝我！教主啊，此人本是一个山野村夫，无甚本事，怎么担任我教副教主之位？想来他也是运气好，才收服了洪洞县3000个村匪。不如以他为人质，劝那群山贼归顺，以壮我黑莲教声势。主公，这黑莲教众3万遍布莱阳郡，是咱们人马的10倍啊！真打起来毫无胜算啊！哼，一群乌合之众，难成大器。这孙坚更是外强中干之辈。哎，不如这样，教主，你把这些人交给我来处置，只需略施小计，便可收服他们为麾下的势力。看来他只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，不用担心被系统强行绑定啊。教主，我手下的人马虽不及黑莲教众多，不过教主若想强行留下我等，我提前埋伏在城外的500兄弟势必会殊死攻城，这想必也不是教主想看到的。既然这位吾乃黑莲教副教主兼任军师，人送外号玉面小飞龙纪伯常。听名字，阁下一定是有过人之处。既然这位昆巴常副教主自诩才智过人，那就让南宫教主亲自出题，我俩比试一番。倘若我赢，教主放我离去；倘若我输，任凭教主处置。主公，不可呀，在人家的地盘让他出题，这毫无胜算啊！相公，这个狐妹子摆明了就是要勾引你，她一定是会算计你的。哈哈，你这农户当真不知天高地厚。教主，请出题吧，我倒是要让他知道何为人中龙凤。此人既好色无为，又不知天高地厚，那我便让他输，顺便收了他的人马，到时候再狠狠蹂躏他，让他知道本小姐的厉害。我靠，这娘们儿的心真不是一般的黑啊！既如此，我就……等等，此农夫莫不是怕了，想反悔了吧？美人看到了吧？你这相公不过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草包。我相公的能力，你一无所知。我不是反悔，教主，倘若我赢了，您是否能够遵守承诺，放我等离去？幼稚，他还真以为能胜得过我的军师？我向来一言九鼎，只不过我出的题会很难，若是你们答不出，也作输。出题吧。好，第一题，第一题，你与继父教主都是武艺超群的武夫，要开设一间镖局，但是押镖的必经之地常年有山匪盘踞劫道，你们2人该如何解决啊？我准备提前布局，在山匪出没之地埋伏，倒是一网打尽，然后一路顺畅，再无隐患。孙首领有何对策？哎，你若是重复我的办法，可不作数哦。以阁下的猪脑想出来的妙计，在下实在是不屑使用。我的办法是花钱买通山匪，放我们通过。什么？不光愚蠢，而且懦夫行径。
没打就直接投降，像你这种胆小如鼠之辈，怎配与我相比？教主，他输了，就交给我处置吧。孙首领，说说你的想法。镖局做的是开门押送货物、抗击山匪的生意。若是路上无匪，无人劫道，那么又会有谁来花钱找镖局押镖呢？这正所谓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若是世上无匪，镖局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。按照你的做法，第2天镖局就得关门大吉了。所以说，这一局我赢。我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？好一个飞鸟尽，良弓藏！此人果然有真才实学，刚才是在我面前故意藏拙。靠，女人果然都是善变的。不愧是能击败我兄弟2人的男人，主公太牛叉了吧！太牛了！哎，相公，你真棒！此女单看容貌与我不分伯仲，却能对她死心塌地，看来此人还有其他过人之处。想藏锋于内，哼，待我出手摸清你的长短。这还在自行脑补呢？我不服！这小子明摆的侥幸取胜。教主，请再出一题，3局2胜。他玩了，他玩不起，骂他，骂他，骂他，跟他拼了！哎，刚才那一题确实过于简单，下一题也着实困扰了奴家很久，还请2位帮奴家排忧解难。奴家有1000亩良田急需开垦，但周围村庄的农户又十分懒惰，即便我出2倍的工资，他们也不愿意干活。干不了，干不了。若是再不开垦，就要错过春种时期。2位有何良策？你先来。你先来。确定？赶紧的！我会用5倍工钱，先雇佣8名农户来开垦。笑死！且不说这1000亩良田用8名农户只是杯水车薪，况且就算给了工钱，那些农户必然会消极怠工。我自有解决之法。我会事先在土地里埋入几枚黄金，等到村民挖出黄金以后，势必会引起轰动，人性的贪婪瞬间发酵，他们便会主动的去要求挖地。这个时候，我再跟他们说，黄金都是我的，让他们如数归还，并且不准他们再来挖。对，这是我想到的计谋，只不过被他提前说了。一点脸不要了，你这个人！厚颜无耻！别，我的计谋更加完善。过几日我会陆续在地里埋些金子，村民从地里挖出金子，会吸引更多的人过来耕地。那时我们只需要付出1点黄金的代价，就能把这个问题迎刃而解。孙坚果然足智多谋，计策虽然是他想出来的，可谁让你没有纪伯常那样无耻呢？继父教主果然文武双全，这局我们就……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四村夫，你输不起吗？此计我只说了一半，精彩的还在后面。什么？还有？这不解决完问题了吗？此计目前只解决了土地开垦的问题，但是播种、培育、收割并未解决。况且那些黄金就这么白白送给农户，实在是没有必要啊。孙首领还有1文钱不花就能解决的办法？当真是愈发好奇了。我靠，你别这么搞啊！我凭本事白嫖，为什么要给钱呢？你真是大言不惭，我看你就会吹吹牛罢了。你要是这么喜欢打断我，那你来，你行你上，你给我退下！别整！孙首领，请继续说吧，我洗耳恭听。你只需派人将之前挖到金子的那些农户全部抓来，并且跟他们说，这些金子本是黑莲教所藏，让他们如数归还。无耻！你简直罪大恶极，你简直是抢！非君子所为，非君子。自古以来，哪座江山不是抢来的？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，难道你不懂？
你这么有爱心，干脆别造反。红东县的庙里还缺一尊大婆，你去做呀！好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！这孙坚绝非池中之物，他就是我要找的济世良才。我靠，这娘们疯了吧？刚才不是这样的，你嘲讽我啊？你羞辱我呀！如此一来，确实不花1文钱，真是妙啊！此局名为银梦戏猴局，但真正精彩的现在才开始。这女人好感度升得太快了，但为了能顺利离开，我只能继续往下说了。抓到那些农户之后，我会当着他们的面剪开金子，而里面全是铁，因为我一开始埋的金子就是镀金。这个时候，我再以入狱要挟他们，要他们如数归还真金，要他们免费为我们种地，直到秋收结束。那些农户没有钱，只能乖乖的去种地，这样粮食的问题就解决了。而且最后，我会给那些真正辛苦劳作的人分发相应的工钱，他们便会感恩戴德，彻底效忠黑莲教。1文钱不出就解决了所有问题，还能收买民心，他简直是千古第一毒士。若能效忠于我，报我南宫一族血海深仇，便指日可待。停！别再生了，生到25就要强行绑定了。情况不妙，我得赶紧溜啊！教主，第2局胜负已分，我2局全胜，第3局自然不用再比试，还请教主遵守承诺，放我等离去。这家伙竟然不为我的美色所动，看来只能放大招了。孙首领，你一定要走吗？只要你肯留下来，你任何条件，奴家都答应你。相公，我已有3位娘子，只想过闲云野鹤的生活，恕难从命。勾引是没用的，我相公只爱我们仨，而且我相公不光文采卓学，勇也是双全。像之前那个什么大奸臣魏贤的那个嫡子魏忠良，就是被我相公他们几个给除掉。什么？谣言，都是谣言，没有，都是谣言。再多说一句，你就多个姐妹了。我之前就对魏忠良的死因存疑，竟然是被他所杀。如此说来，他还是为我报仇的恩人。狗东西！当日你不杀我，让我成为了魏相的间谍。是啊，三爷，不要啊！以后他再也不能祸害别的女人了。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我靠，好险，还差一点就强行绑定了。南宫教主，还请遵守约定，放我们离去。我本将心照孙郎，奈何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要走，那便走吧。宿主若依旧拒绝绑定南宫红颜，本系统将收回之前发放的所有奖励。我要是接受他，3个老婆会阉了我的。系统，咱们都是老熟人了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本系统拒绝讨价还价。我靠，无情！父亲，此次与晋国太子在边境详谈，孩儿前去便可，您又何必亲自出马？大周与大秦鏖战2年，军力损失过半，此次密谈关乎我们2家何时出手。如事成，则可平分天下。事关重大，我岂能不亲自前来啊？孩儿提前恭祝父亲，不，恭祝父皇荣登大宝。参见将军。参见魏将军、魏相。小人潜伏在溧阳县城多时，发现万花楼乃起义军黑莲教分部，此刻南宫红颜就在其中，且身边只有10几名护卫。这黑莲教乃是刺客组织，遍布我大秦各州，专门刺杀我朝廷要员。没想到路过此地，还能有如此境遇。你说的情况可属实啊？小人句句属实，而且小人还看到红龙县土匪首领孙坚也在其中。之前魏忠良将军便是被他暗害而死。什么？我儿忠良死有蹊跷？
竟然真的有匪类敢杀我魏贤之子！传令800玄甲黑旗，火速入城，误杀无赦。是。报！启禀教主，有800铁骑杀入城中，看旗号乃奸相魏贤。什么？系统刚收走了我的保命底牌，怎么就摊上这事儿了？快走！教主小心！一拳砸于乌龙！今日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走！狗东西，我要杀了你，以报当日烤鸡之仇！三夫人，加油！你一定要挺住啊！获释了，获释了，获释了！你来做事儿！首领在溧阳县正被重兵包围，怕是凶多吉少了。什么？姐姐不要管我，相公有危险，快去帮他！收好他，走。狗东西！当日我饶你不死，你不知悔改，反而助纣为虐。我求你放过我了，还不是你傻？饶我一命，我当然要杀了你了。我现在是魏相的人，又得三公子庇护，你又能拿我怎样？你打我噻！你打我噻！滚犊子！妈的，抢我台词！南宫红颜，当日你全家被斩，你不找个地方躲起来保命，还敢私自建立什么黑莲教？我看你简直不知天高地厚！教主，你先走，我拦住他。哎，主公，我先走，你们挡住。哎，你给我站那！奸相当道，大前百姓恨不得杀之而后快。魏贤，你这个狗贼，胆敢出来一战！区区蝼蚁，不自量力。模样倒是不错，留一口气犒劳我800玄甲黑旗。是，父亲。我所有底牌都被系统收走了，如今想要保命，只能提升南宫红颜好感度强行绑定，看看会得到什么奖励。娘子们别说相公花心，是气氛逼到这儿了。缴械投降者，死罪可免。若是再负隅顽抗，杀无赦。我辈武者，何惧一战？废话少说，放马过来！虽然现在说这种话有点蠢，但相公真的好勇敢啊！猥琐的外表只是他迷惑世人的假象，实则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只有这种男人才配得上我南宫红颜，只可惜我们都要殒命于此了。检测到南宫红颜好感度升到30，以为宿主强行绑定可开启一次奖励。系统，我要抽奖！王杰，靠！这反派话怎么这么少？我还没来得及抽奖呢！谁敢伤我相公？姐姐，娘子，你的肚子无妨。城外的500弟兄呢？他们被魏贤的玄甲黑旗包围，已死伤过半。啊，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顾崇山那老匹夫的女儿。当日让你逃过一劫，今日正好将尔等一同斩杀。父亲，为父还要前往边境与金国太子商谈要事。你带人踏平此处匪患，记住，一个不留。是。马夫，我们走。哼，一群毛都没长齐的兔崽子，也敢与本相叫板，简直是找死！狗贼，今日我就算葬身于此，也要为我全家报仇！杨军，
跟你拼了！系统，快点抽奖啊！南宫红颜为 S 级好感度目标，可随机抽取1次名将体验卡，体验时间为半小时。随机抽奖还是体验卡？抽到 B 级武将岂不是也要凉？S 级武将相当于人类战力天花板，可帮宿主将保命机会提升至30%。只有抽到 SSR 武将才能逆风翻盘，是否抽取？两位大宗师还不速速现身！娘子，一群蠢货，老子有的是底牌，刚才是在逗你们玩呢。你好歹也是一代名将之后，却跟了一个草包农夫，妄想联合这种废物就要跟我魏家斗？相公，快走！我不但没法报仇，就连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法保住。父亲母亲，红颜尽力了，请原谅女儿不孝，没法为族人报仇。这乱世之中能遇到相公，我死而无憾了。狗东西！你以为我就没有底牌吗？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给我把他剁成肉泥！系统，给我抽奖！恭喜宿主抽中 SSR 级名将体验卡，让你们看看我的底牌！常山赵子龙在此，贼人安敢伤我主公？五虎上将赵云，这下不是稳了吗？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，竟然是孙坚的部将，他真是个让人无法摸透的神人，我一定要得到他。相公好棒啊，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哎了个亲家嘞！快撤！子龙，擒住此贼！是主公。姐姐的羊水破了。娘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魏贤一走，永为忠勇做人质。城外的玄甲黑旗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我们走。生了，三夫人生了对龙凤胎。太好了，我当爹了。娘子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这两个小家伙长得虎头虎脑，太可爱了。虽然我的辈分小，但两个孩子却是相公的长子长女，只要相公开心就好。相公，给这两个孩子取个名字吧。长子就叫孙怀宇，女儿的名字，娘子你来起吧。我哪有相公博学多才，我怕取不好。娘子也是读过书的大家闺秀，不用妄自菲薄。来，那要不就叫孙尚香如何？啊，娘子，你不会读过三国吧？怎么了，相公？啊，是觉得不够好吗？要不还是你来取吧。哦不，很好，就叫孙尚香。喜事了，喜事了，喜事了！大夫人生了，母子平安。幸亏大夫人的体质远超常人，才有惊无险生了个8斤重的大胖小子。夫人，辛苦你了。你放心，今日之仇，我定叫魏狗拿命来还。自见此生，能够成为相公的女人，死而无憾。别这么说，孩子的名字就叫怀兴吧，取兴国安邦之意。孙怀兴，
都听相公的。相公，我没事了。如今形势严峻，你不用管我，先去忙公事吧。等我忙完，就来看你们母子。来，找你娘亲。红颜，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。你刚刚受伤需要休息，我来扶你。继父教主，请注意你的身份，就算在私下，我们也要以职位相称。师伯昌僭越了，立刻飞鸽传书到其他分舵，召集人马，与魏狗的战争马上就要开始。是。红颜，我是懂你的，你只是大业未成之前不想谈论儿女私情，我等你。孙首领，南宫教主，这看你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教主，我扶你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吧。南宫教主体质过人，想必擦过药之后几日便可痊愈。你我之间为何要以职务相称？叫人家红颜？我靠，这小娘们是狐狸精转世吗？我腿都要站不稳了。不行，我还有3个老婆，我不能对不起他们。好，红颜，药你收好。人家够不到嘛，你帮人家嘛。天底下哪有不偷腥的猫？你逃不掉的。这是擦药吗？这是精油开背啊！不行的，快溜！再待下去容易把持不住啊！门还没关，我先走了。这门关上了，这门。现在没人看到了。孙郎，像人家这样乱世中的女子，又有什么坏心思呢？帮帮人家嘛。也对，乱世当中的弱女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就帮一次。好呢，鱼儿上钩，臭男人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把持得住。我靠，这也能提升好感度？你不对劲啊！臭男人，到处找不到你，一定是被这狐狸精勾走了。哎，周夫人，我家教主已经睡了。让开，我要进去找我男人。哼，周夫人说笑了，我家教主守身如玉，把贞洁看得比命都重要，从来没有让男人碰过他一根汗毛。就连我这个大钱的文武状元，在他身边这么多年，都没法让他心动。像孙首领那种人，怎能进入教主的闺房？完全不可能。在不在着，看看不就知道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娘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刚才只是在给红颜、给南宫教主擦药，什么都没发生。夫人千万别误会，刚才我们只是在擦药，什么都没有。孙郎，刚才发生的事情你放心，我谁都不会告诉的。你擦药的技术真的很棒。你个没良心的，他都叫你孙郎了。跟我斗，你只会凶孙郎，而我想的都是怎么让他更舒服。我靠，怎么搞成宫斗剧了？妹妹，你就别为难相公了。娘子，你们不好好休息，怎么出来了？相公，无妨的。如今大敌当前，我和姐姐也想为相公分忧。
妹妹，相公乃当世豪杰，又有多少女人能不爱慕？南宫妹妹跟我们一样，也是这乱世中的苦命人，与奸相魏贤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她组建的黑莲教，遍布大前南北，能够为相公提供一些情报。我们既已嫁给相公，当然是希望他越来越好，在这乱世中能够帮助相公成就一番大业，是我们为人妻的本分。我这2个老婆格局完全上来了呀！这2位姐姐如此通情达理，看来我今后嫁给孙郎也不必担心后宫争宠之事。我靠，还带间接提升好感度的，他怎么跟我3老婆倾城一样好用？可是姐姐，我们3姐妹是跟相公患难与共一起过来的，跟这个狐媚的怎么可能一样？就你事儿多，既如此，就别怪我心狠了。来啊，碰一碰，看谁斗得过谁。祸事了，祸事了！那个魏忠勇醒了，还大闹牢房，打伤了几个守卫。狗东西，我正好要找他。来呀，死山贼！有本事杀了本将军！一会儿啊，我父亲会带着几10万大军踏破你的老窝，到时候啊，你这几位娘子啊，也会被千军万马轮流玩弄。狗东西，你他妈找死！他这么侮辱你几位夫人，你都忍得了？你还算什么男人？美人们看到了吗？他虚得很，只有我才是顶天立地的硬汉。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？现在不能杀他，有他做人质，魏贤就不敢轻易发兵。不然，就我们手上这点人马，根本毫无胜算。你个死垃圾，还算有点头脑，知道不能得罪爷爷。我要是没命了，你们啊，全都得给我陪葬！狗东西，还不过来给爷松绑？爷爷饿了。我已经杀了魏贤的1个儿子了，想必他对这个儿子会更看重一些吧。魏贤登记在册的儿子有8个，在外的私生子和义子30几个，这还是我属下能够查得到的。什么？个狗东西！哎，我们生孩子按个算，他按窝生的。这样说来，他的价值好像也没那么大。我爹有那么多私生子，连我都不知道。骂什么来着？不是兄弟，都是误会。我爹虽然儿子多，但我是最乖巧、最受宠的一个。哎呦，哎，你爹是不是没有女儿啊？没有。这下不就有了吗？相公他都交了。大前如今奸相当道，百姓民不聊生，百姓希望现在有一个英雄能够出现，改变这乱世之道。孙郎是旷世之才，不能区区窝在一个山寨里，不如反了吧。我虽得罪了魏贤，但若小心行事，短时间他不会派重兵前来。我和我几位娘子尚有喘息之机，可若一旦起事，那便是九死一生，再无回头的路了。怂啊，真怂啊！哎呀，哎，他妈你！相公，我知道你担心我们，担心刚出生的孩子。可你想想，若是你起事成功，可挽救天下多少黎民百姓？是啊，相公，我父皇说过，这奸相魏贤是挑起周前2国交战的罪魁祸首。他一日不出，百姓民不聊生啊！相公，你做什么选择，我们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大丈夫当怀有天下之心，犹犹豫豫的，还不如当个娘们儿。我穿越到这乱世，原本只想有2亩良田安身之所，起兵造反绝非我本意。魏贤与当今太子勾结之事已非秘密，若现在不造反，
等到他们谋反，就再无机会了。相公，反了吧？是啊，相公，反了吧？主公，反了吧？主公，反了吧？自古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既然众议已决，那就反他娘的！主公，您其实还需要一个口号啊！替天行道。如今皇帝昏庸，奸相当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今日我孙坚决定顺应天意，起名号大夏，起而反之。一区区3000人马，就算加上黑莲教也才3万，我一莱阳郡守杨雄便率兵5万，你草包怎敢造反？就你也配！我已命人在武威、新野、莱阳3郡提前散布起义的消息，但是现在流民虽多，如同一盘散沙，加上山匪众多，人心难聚，这个时候想要短时间内张罗人马，难如登天。除非我们能立刻打个大胜仗，让名声传播出去，这样就能吸引全天下的英雄前来投靠。就你，就你话多！传出去，魏贤的2个儿子都是我杀的，这算不算功绩？相公，这应该能为你打响名号，但感觉还不够。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一定想到了更好的办法，对不对？我要变得更懂事，让相公更爱我，冷落那个狐妹子。我靠！现在后宫都开始内卷了吗？婉儿可是大周皇室的公主，好感度100的奖励，应该会很丰厚吧？娘子说的没错，我还有其他的办法。红颜，将此书摘抄100份，分发给各城县的酒楼、茶馆、天桥底下的说书人，拿去讲。孙郎，这是何意？此书暗合替天行道之意，也被我合理润色。只有文化输出，增加曝光率，才能持续扩大我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孙郎竟然还会写书，而且他说的这些词我居然一个都听不懂，果然博学多才。日后我要和他多多深入交流。我终于明白老板为什么鼓励员工内卷了。红颜好感度达到60，能开启一次史诗级奖励，我都开始有点期待了。孙首领，你毕竟是农户出身，即便如此，也没法让天下人信服，还不如我这个大前第一文武状元来的名气大，是吗？那便等着瞧！卧龙凤雏听令，卑职在。你们2人按这上面的计谋行事，我保证不出7日，大夏的名号将响彻周边3郡。第1计，我让能工巧匠做出100个石人，投入百姓经常取水之地，让他们相信造反乃是上天的旨意。石人一只眼，搅动黄河天下反。正常了，没见过，这莫非是有什么能人出事了？第2计，我让手下模仿鸟兽声音，每天夜里在城镇中散播口号：大象心看见我。又听到那个声音了，人家是谁？难道他当皇帝了？我也要报名！我的工具呢？好，别急，好。你的名字是什么？相公的法子果然有用，如今每日前来报名的接近1000人。孙郎真是辛苦了，这里交给奴家就可以了，你快回去歇息吧。孙郎是上天赐给我的最好礼物，我一定不能错过它。果然懂得自我攻略的女人是最好用的。相公，这是我亲手做的汤，好喝。娘子，我自己来。找茬是吧？本公主出身皇室，吃过的瓜比你吃过的饭都多，你跟我斗？哼，好，咱们走着瞧。相公，我刚刚盘点过粮草，若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我们的粮草最多只能维持2个多月，而且新招募的将士武器铠甲也不够。之前我用3位娘子的好感度兑换了种子、牲畜和农具，但也仅限于原有的规模。现在随着兵力扩张，就显得捉襟见肘了。
主公，这些人没有拿到新的铠甲和武器，都颇有怨言。我们是知道能吃饱饭才加入的，但不给我们发放兵器，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？说话注意点。此件好感度100的神级奖励还没有兑换，她可是我大老婆，文能抬手安后宫，武能助我打天下，她的奖励应该不会差。系统，我要兑换。开启固子剑神级奖励：铠甲兵器10万套，战马3万匹，手枪10把，手雷200枚，任意属性点100。不愧是我大老婆，这奖励也太给力了！得此贤妻，何愁大业不成？谁说没有兵器铠甲？我已经锻造了足够多的上好的兵器和铠甲，就在兵器库。Follow me。兵器库中已没有多余装备。相公，这是……姐姐放心好了，相公何时骗过我们？他说有，就一定有。铁砍呐！装备如此精良，远胜魏贤的玄甲黑旗。相公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呀，相公的底牌多的是啦！下去吧。孙郎的能力简直无法想象，我一定要嫁给他。看来我都不用主动攻略他，他自己玩的就挺嗨啊！相公，现在来投靠我们的都是普通百姓，练兵尚需时日，而且我们需要大量的文臣武将前去带兵，可我们现在急缺这方面的人才。姐姐说的对，家父曾官拜宰相，门生顾虑众多，可是他一直觉得红颜是一介女谋，都在暗中观察。若是我能嫁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才能前来支援。妹妹的意思是想与相公成亲，借此由头与曾经的旧部相约进行招募。若此法能替孙郎分忧，妹妹甘愿以身相许。这个狐妹子又想勾引我相公，我哥，那个不妥吧？让黑莲教与大夏联姻本身来说没有任何问题，但让教主下嫁未免有些不妥吧？啊，不如让教主身边的人与孙首领身边的亲信联姻，不也一样可以达到目的吗？红颜，我岂能看你为了大业委身下嫁给这个狗屁农妇？我不允许你作践自己！这个白痴，我已婉拒他几10次了，他怎么还不明白？就坏我好事。我觉得继父统领说的非常对。啊，小季吧，你要是想自己脱单，你可以直接说。我一心想建功立业，哪有什么儿女私情？我说的亲信之人是大美。我？没错，大美不仅是教主的左膀右臂，二人更是情同姐妹。如果嫁给这2位仁兄啊，我们那我们2家的关系会更进一步。伯常够仗义啊，有好事儿还想着解决我呢。自从我进了万花楼，就没有接过活了。可是让卧龙凤雏娶大美，相公，该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吧？再说就容易出事了。为了我的幸福，2位贤弟只能委屈你们了。这可太合适了。对了，你看他们3个多有夫妻相了，你看。这，我们兄弟俩怎么能同学一起呢？对呀，这有违伦常啊！别怕，小心肝，老娘还有个妹妹。二美，出来吧。我们姐妹2人可是号称黑莲教的2朵金花。不是那个，这是个好事情。那个小季啊，这事儿定一下子啊，选个良辰美景，拜堂成亲。好嘞，谢主公。主公。哎呦，干嘛？主公，我兄弟2人对你忠心耿耿。对，那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啊？是啊，主公，您看看您，娶了3位如花似玉的夫人，而我们呢，娶2个如花，你倒是把4玉也给我们呀！
不是，物以稀为贵啊！他们这么看，平平无奇，你得换个角度。换个角度，美女。哦。哎呦，这个角度确实与众不同啊！哎，是吧？那就多谢主公了。多谢主公，多谢主公！快去！前鼎帝如今只是个傀儡，只等魏相起事，取而代之，不足为虑。我担心的是大周，交战2年，虽也损兵折将，但内部根基尚稳，我们此时发难，恐非良机。我有一法，可让大周皇帝让出10座城池来换。哦，魏相，请看此画中。报，魏相，此人有事禀报。混账！没看到我与完颜太子正商讨要事吗？罢了，你若说不出来重要情报，拉出去斩了。魏相，三公子被私监那个土匪头子给杀了。什么？如今他们还要起兵造反。一群倭寇竟能杀了忠勇！死了儿子，这算天大的事情了吧？哼，不过没用的儿子，死了就死了，本相又不缺。啊！此女，我见过。此女乃是周文帝最喜欢的三公主，若得她，可让大周割让土地，换取10座城池。此女就在洪洞县嫁给了一个山匪，交给我，顺便报了他杀我2个儿子之仇。传令给莱阳郡太守杨雄，调起兵马，准备缉拿那孙姓山匪。除了年轻漂亮的女人之外，其他的通通杀掉。不日，本相将亲率玄甲黑旗前去督战。是。够东西！我看你这回还不死。太乖了吧！你看这鼻子，就是像我。祸事了，祸事了！哎呦，祸事了！哎呀，怎么了又？主公，外面来了一些文人骚客，组成骚客联盟，说要声讨主公啊！声讨我？他们说主公你欺男霸女，娶了4个非常漂亮的老婆，还说他们要为天下男人讨个说法。正好帐中缺谋士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走，随我去看看。老将，我封你为骠骑大将军，跟村里面的妇女一同管理机场。这通报的活儿，你就别干了。我的画技还没退步，这次让文人骚客来声讨你，我看你如何丢脸！胡言，注定是我的。让孙坚出来！他本一介草莽，无甚本事，还敢强抢民女，简直为天下男人所不齿！说什么替天行道，虚情假意！我等今日就算是死，也要跟他讨个说法。没错。何人在此大声喧哗？他就是孙坚，他与画像是完全不同，风流倜傥之姿已经毫不逊色于我呀！他又如何？那也掩盖不了他欺男霸女的事实。美人们，不要怕，将他的恶行全都说出来。今日我等为你主持公道。相公，他们在说什么呀？是不是读书把脑子读傻了？哎，想必各位对我是有什么误会吧？不如留在帐中几日，观察孙某的人品。如今大前奸相当道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吾观各位也是有识之士，想与各位联手替天行道。
一介山野村夫也敢妄称替天行道？一介山野村夫也敢妄称替天行道？这位难道就是大前第一才俊，号称影视组的音律3绝的无双公子花无缺？呀呀呀！孙坚，你强抢美女据为己有已是不争的事实，你还在这狡辩什么呢？你是什么时候瞎的？我跟我的3位娘子是4情相悦，情投意合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哎呦，本公子绝世无双，想得到我的女人，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，都不曾拥有如4位这般倾国倾城的女子。你一个小小村夫，他们能看上你什么呀？不过是你以势压人，逼他们就范。这4位姑娘是为了保命，才假意迎合你的吧？没错，花公子说的有道理呀。花无缺亲自前来，孙子，你的后宫梦要碎了。这个花无缺的名字我也听过，乃大前年轻一代文人领袖。若是收服他，我的名声必定会更上一层楼。今日，本公子就要当着天下文人的面来揭穿你虚伪的面具，同时解救这4位倾国倾城的美人儿。4位姑娘放心，本公子马上就还你们自由。这人怎么傻不拉几的？他竟敢小瞧相公，我想扁他呀！白痴！4位小娘子则向我暗送秋波，如果能顺便俘获一枚芳心，这一趟也不算白来。这么说，你是来砸场子的？我只想跟你比试一番。若你输，则立刻遣散你手下这群乌合之众，还4位姑娘自由。今后就待在村子里，当一只缩头乌龟。说我赢，你这辈子都得替我效劳，不得有半点怨言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主公，此人的诗词对联音律，号称大前3绝，从无败绩，你不能跟他赌啊！现在后悔也晚啦，想想选什么，你们挑吧。哎呀，孙首领，你太冲动了！这位无双公子号称大前文坛领袖，绝非浪得虚名啊！你胜算渺茫啊！哎，听我的，选对对的，你胜算还能高些。好兄弟，我就听你的。孙贼中计了吧？花无缺最擅长的就是作对，号称对王之王。而且他既然肯来，肯定提前有准备。你输定了。咱俩就比对联，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。请。爽气西来，云雾扫开天地汉。好对，大气磅礴，有傲视天下的心胸，不愧是无双公子。孙郎虽智慧过人，但毕竟是乡野出身，论吟诗作对，哪能比得上花无缺这种豪门公子？他太冲动了。写。好嘞。大江东去，波涛喜气，万古愁。不愧是击败你我兄弟2人的男人。主公，好对呀。再来，笑古笑今，笑东笑西，笑南笑北，笑来笑去，笑自己原来无知无识。这对子这么难，相公是不是要输了？此对我绞尽脑汁想了3年，你就算有点才华，又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对得出？这对子这么难，相公不会要输了吧？姐姐，你要相信相公，他是最强的。没错。写。来了。观事观物，观天观地，观日观月，观上观下，观他人，总有高低。主公，大才呀！不可能，我想了3年的绝对，他怎么3息就给对出来了呀？这不可能！孙郎竟然还有如此大才，气之心好像完全被他拿捏住了。我竟然崇拜上了自己的相公。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，
刚才是我小瞧你了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本公子毕生的绝唱哦。听好了，海水潮，朝朝潮，朝潮朝落。什么？竟然是童子一英莲！堪称对联界的地狱难度，不愧是无双公子，普通人连读都读不懂，他更别说对出来了。小小匹夫，知道你与本公子之间的差距了吧？你现在认输，本公子还可以当着天下文人的面，跟你留3分薄面。我只是在想，这么简单的作品，居然是你压箱底的东西。无双公子，不过如此。哼，装，你接着装，你再怎么拖延时间也是没用的。你要是能对出来，我立刻就把这对联给吃了。一言为定，写浮云掌，长长掌，长掌长箫，对战工整，毫无瑕疵。主公真乃神人也！不可能，我毕生的心血，怎么就被他轻易给对出来了？我不服啊！我不服啊！花公子，你可认输？我不服，你再出一对，若我也对得出，这局就算平手。好，我的上联是烟锁池塘柳。这对的这么简单，连我都答得出来。幼稚！此对虽5个字，但是将5行元素全部涵盖其中，堪称千古绝对。我刚刚没太听清，你得意什么？无双公子，你在犹豫什么呢？你快点写，击败他！兄弟，你跟谁混的？啊，我说反话呢，故意干扰他呢。啊，差点整死你！放心，给我点时间，我必对得出来。哎，来时说就干1个时辰，你过钟了，得加钱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终于想起来了，我就知道你行。此人确实有些才华，竟然只用1个时辰就能对出下联。这是个绝对，根本就没有下联，所以这局不能作数。人不行，你不能怪路不平，对不出来说明你无能。你少在这里大言不惭。那你能对出来下联吗？那我要是对出来了，就算你输，你就得归顺于我。没问题，但你要是对不出，这一局就算你输。好，写，来吧。炮阵，海城楼。金木水火土，5行元素齐了，而且对仗工整。相公好棒啊！我怎么可能会输呢？既然如此，花无缺，今日起你便是我帐下谋士了。经此一事，相公必定声名远播，名声大噪。那将来投靠我们的人会越来越多。相公真辛苦，晚上好好犒劳犒劳他。我不服，你只是侥幸取胜，有种再来一局。你好歹也是个书生，怎么能说话出尔反尔？反正我就是不服，即使归顺了，也不是真心效忠，除非你再赢我一局。够无耻，我喜欢，只有无耻才能打败无耻。加油，华兄！好，我便答应你再比一局。这次输了，你能不能说到做到？我花某一言九鼎，绝无虚言。这第2局呢，我们就比诗词，言情诗。花公子的成名作便是3首言情诗，流传甚广，不知俘获了多少少女的芳心啊！哎，行，言情诗是吧？我读3句，诸位都能做个评判。若是超不过你那3首，便算我输。好，
那你可别反悔，我那3首诗说的是爱情3种境界，而且一首比一首深刻，堪称诗中之皇。我不信你能超越。听好了，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忘记天涯路。这第1句，我好像看到了思念爱人的惆怅，仿佛看到了一位君王简直就对了，对皇朝末日的无奈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这句诗让我想起曾经等待相公归来时那难以言说却百般复杂的心境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这3句诗不光将对爱人的思念表达到了极致，我甚至还在字里行间感悟到了人生的3重境界。他怎么会有这般才华？我不服啊！看你这个样子，应该是认输了。那从今日起，花无缺便是我帐下。等等，我不服，花无缺，我孙某也不是可随意戏耍之人。你刚刚明明亲口说的。我比第3句，比音律。只要你赢，我就心甘情愿归顺你。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我。没错，花公子音律冠绝天下，曾自创绝世13香，堪称曲中之霸。孙首领，你只有赢下这局，才能让天下如是心悦诚服。哼，我就不信你作曲也行。一旦你认输或是不敢应战，我便有借口扭头就走。好，我便跟你赌这最后1局。倘若我赢了，你还不归顺我，不用我动手，我这几位娘子也不会放过你。我竟然有种想被他们刀的冲动。你不可能赢的，那你便拭目以待了。相公竟然还精通音律，连我都不知道。这花无缺的绝世13香家喻户晓，连我万花楼的歌姬人人都会唱。脍炙人口，确实不凡。此次孙郎胜算不大。不必担心，你们以后就知道相公有多强了。仅以此曲，献给这乱世当中每个拥有梦想的年轻人。好动人的旋律，似乎唤起我心底最深的回忆。光是谁燃烛照亮世间设下的迷藏，光只换明月离场，肆意流淌，看谁站过的地方，请举一百空千双看。眼前最真假相加，又何妨？怀揣着执念，万顷走向最宽容心肠。烈火虽过，都空洞的回响。到最后，仅仅心与夕阳仍留在身上，来不及将故事做跌宕。有最孤傲的雪山，静静过你我风乍，世人惊险的桥段不过寻常，因最轻手的自己早已随机泛狂，而我再都不惦记是个篇章。此曲如何呀？没想到世上竟然有如此完美的男人，遇到他是我此生之幸。不错不错，好感度到60就可以开启史诗级奖励，我都有点期待了。哎，婉儿的好感度呢？你再不提升，要被对手给反超了呀！先生大才呀！
此乃我等平生仅见，我等愿投靠先生。那你呢？还要抵赖吗？不能答应，千万不能答应啊！承蒙主公不弃，我确认誓死相随，便以我的名义昭告天下有志之士前来投靠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你这家伙怎么也给跪了？那我以后可没机会办到他了。老天爷，几声长何时见啊！相公，你离成功又近了一步。二老婆终于到达好感度100，可以开启神级奖励了。相公，这是我整理的过去1个月的军费开支和未来1个月的开销用度。三老婆不愧是出身商贾世家，简直是天生的财务总监啊！好，相公，你研究的军体拳我已令3军操练，他们上手很快，相信再过月余，那些新招募的将士就可以上阵迎敌了。娘子们，辛苦了。孙老，我截获了魏贤的一封密信，信中催促杨雄出兵讨伐我们，但是杨雄胆小怕战，迟迟未出兵。现在有3万玄甲黑旗奔赴莱阳县，预计还有10天。没想到魏贤会率兵亲至，看来这仗躲不过去了。可是如今我军粮草和带兵的将领都还不够，我得想想办法了。哎，娘子，为何闷闷不乐啊？姐姐和妹妹，还有那个狐妹子，他们都能帮到你，只有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他们私底下都说我是个吃货。没事儿啊，你当个快乐的吃货不挺好的吗？相公啊，你是不是也嫌弃我？想想我？哎，没有没有，哎，别哭别哭，没事没事，哎呦没事啊，没事。如今倾城和婉儿都能开启神级抽奖，倾城的神级抽奖我打算当做保命的底牌，婉儿是大周3公主，想必奖励也不会差，看看有没有惊喜。系统，我要抽奖。现为宿主开启周婉儿的神级奖励，奖励宿主大米、大豆、大头菜各4万吨。大米、大豆、大头菜，怎么全是吃的？你吃不吃？相公，我刚刚清点了一下这些粮仓的大米，加在一起足足有4万吨，够咱们10万大军吃1年的。我们再也不用为粮食的事情担忧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运筹帷幄，好像世间任何难事他都能轻易解决。我感觉我已经爱他爱到无法自拔了。红颜又在自我攻略，等好感度升到60，又能抽奖了。我清点的大豆也有4万吨，虽然也能充饥，但吃多了会腹胀腹痛，远没有大米实用。娘子不用担心，我也将大豆的妙用记录在此。大豆竟然还能做成豆腐和豆浆，还能做豆皮儿。相公，你真是博学多才，这些妙用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。我让伙房的人学习一下，按照相公的办法做出来试试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学会了。你们看着我干嘛？我就是因为在宫中待久了，见的东西比较多，所以学东西就快了一点点嘛。好，娘子，以后将士们的餐食就由你负责了。行。要想抓住男人的心，得先抓住男人的胃。将士们吃得好，他们操练起来才更有力气。行，交给我吧。我终于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了。妹妹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入口细腻，回味醇香。以后婉儿掌管后厨，将士们有口福了。来，相公，吃我的豆腐。嘿嘿。哎，好，好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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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虽然已经诚心投靠主公，但我真的不能接受这种画面。为什么同样都是帅到掉渣的美男子，你却能拥有4个貌美如花的老婆？我要让红颜知道，
我才是他的真命天子。不要！我不痛！活吃了，活吃了，活吃了！活个鸡！主公，外面有2个武夫吵吵嚷说要见你，这感觉好像不对劲儿啊。对喽，以后就这么汇报啊。此鼎有2000斤重，却被这2人单手举起。单论力量，他们远超宗师高手。你就是大夏起义军首领孙坚？正是。不知2位壮士高姓大名啊？我叫熊超，这位是我兄弟熊战。果然是他们2人。这2人是5位郡附近最强大的山匪头领，手下近8000人。建立之初便抗击官府，劫富济贫，颇有侠义之名。我曾试图拉他们入伙，但这兄弟2人自视甚高，不愿屈居人下。此番前来，来者不善。如今我军正缺带兵的猛将，若是能将这2人收服下，那就如虎添翼了。既知我兄弟身份，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今日前来是想请孙统领借我们些银钱，缓解寨中军用开支。俺哥俩也不多借，金银装满此鼎，俺哥俩马上离开。相公，他们好像是来打劫你的。好说，2位也是这乱世之中难得的侠义之士。既然都想推翻大钱，为何不归顺到我的帐下，做一名将军？军费、口粮，我一并解决。想招揽我们兄弟的人太多，这其中不乏兵多将广，坐拥数座城池的起义军霸主。你们连个城池也没有，还把这营寨村落当大本营，也想让我们归顺，真是可笑。我大夏成立不过月余，便已扩军2万，更有大秦文坛领袖花无缺诚心归顺，拔城略地只是时间问题。在这乱世之中，想要建功立业，单凭一身蛮力远远不够。若是归顺于我，我孙某愿意人格担保，必将带领2位成就一番霸业。够了，我们不想听你的蛊惑。我知你颇有谋略，但我们敬佩的是那些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打个赌，只要你军中有人能举起此鼎，我们便归顺；若是不能，还请孙首领把此鼎装满银钱。相公，不可。此鼎名为霸王鼎，相传是大前开国君主楚霸王起事之时打造，300年来除了他之外，没有任何一人能举起。此2人合力举起，已是奇迹。孙首领，如果做不到的话，抓紧让人送钱来吧。孙郎，你是有开朝历代之能的君主，并不是万人敌的武夫，做不到也没关系的。此2人虽骁勇善战，但桀骜不驯，不如给些银钱打发，也省得落下个骂名。这种猛人放是不可能放的，必须留下给我打过。系统将那100日役属性点全加在武力值上。之前大佬后神级奖励的属性点，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？武力值168，我现在是大宗师实力了。谁说无人举得起来？我可是大前的文武状元，这下轮到我人间显贵了。继父教主，不要冲动，给些银两打发他们走便是。若接下了赌约输了，便成为天下人的笑柄。红颜，本想与你们低调相处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疏远。好啊，我不装了，今日我便让你们看看大前文武状元展露真正的实力。红颜，你且看好，谁才是当世真英雄？我看季伯教对你也是情真意切，你们2个很般配嘛。姐姐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
狐狸精，你很会演啊！谁像你只会吃？我知道了，他便是3年前独中大前文武状元，号称玉面飞龙之人。此人名噪一时，应该有2把刷子。天不生我纪伯常，大千万古入张掖，定罪。这小鸡巴有点东西啊！天不生我纪伯常，大千万古入张掖，定罪。这小鸡巴有点东西啊！这不行！哎，秋热，这就是你手下猛将，像弱鸡一样，愿赌服输，速速装满银钱。愿赌服输没错，可谁说我们输了？你手下最能打的文武状元，难道你要这个小白脸和你那4位夫人一起上来举？相公，我去试试。无妨，相公在此，何必娘子出手？我来。你来，孙首领，你细皮嫩肉的，一会儿别伤了自己。我若是赢了，2位能否兑现承诺，归顺于我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俺也一样。相公，不可，这鼎这么重，你平时抱我都没什么力气。说明孙郎不爱你呗。哎，不过这一次，孙郎恐怕要丢人了。你们不用担心，相公他很强的，他既然敢答应，就一定有办法。相公加油！哎呀，孙首领，实在不行就别逞强了。我敬你是乱世枭雄，要不认输不丢人。我将属性点都加在力量上，虽无战斗技巧，但绝对力量大宗师都将被我碾压。举起这2000斤的鼎像玩一样。既然决定造反，就要当这乱世中的霸主。现在，我可有资格收复尔等。孙首领，你可真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啊！比之前的大前开国君主楚霸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我熊超甘愿追随主公，虽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俺也一样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在无力之间碾压我？岂是剑何时长啊！我果然没有跟错人。经此一事，江东之虎小霸王孙坚之名将响彻大前3郡。主公未来成就霸业，指日可待啊！相公好强，我好喜欢啊！他们都不知道，相公每次抱我的时候都蛮有力的。我也想变成那只鼎，被孙郎高高举起来。不但收服了2员猛将，还让老们更爱我了。在乱世中当枭雄的感觉也挺爽的吧？获释了！这里获释了！怎么了？是二夫人，主公，你快去看看吧！什么？婉儿又出事了？婉儿，相公，老姜说你出事了，我看你这不是也没……为相公传宗接代，延续香火，难道不是头等大事吗？哎呀，我正跟他们研究战术呢。魏贤的玄甲黑旗还有3日就到了。可是，相公的身体也很重要啊，而且紫剑姐还有清朝他们都怀上了，只有我没怀上。有个狐妹子还说我是一只只会叫不会下蛋的鸡。好了，别哭啊。那今晚相公好好陪你，军务等日后再说。相公，人家今晚特意穿了你研制的丝袜，可喜欢这个颜色吗？我靠，我的软肋真是被他们拿捏的死死的。
相公，子仙姐姐和倾城说梅开二度怀上的几率更高，要不然我们再补救一次吧。我靠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祸事了，祸事了，祸事了，祸事了！老姜这么晚，一定有要事找我。我去救欢。相公，你可不能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。放心，新的是欢，旧的才是爱。怎么了？南宫教主得到重要情报，说要与主公商议呀。莫非是莱阳郡太守杨雄要发兵了？盟誓如山，情不朽；同心似水，爱无疆。之前怪我胆小，不敢向红颜表明心意。今日凭这2句定情诗，定能俘获红颜的芳心。孙贼这么晚来红颜的卧室做甚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威逼利诱红颜，才让红颜不得不假装一起逢场作戏。他是被迫的。不对，红颜怎会拉他进入闺房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商议军情，一定是这样。教主，别这样，被人看见了，恐说闲话。不对呀，这个禽兽不应该兽性大发，强行霸占红颜吗？怎么反而这么客气？姐姐的腰不是腰，夺命三郎的弯刀，人要人命啊！臭男人，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倒很实诚。孙郎，奴家的心意你还不了解吗？在这乱世之中，你是唯一能让红颜心动的男人。我已发誓，此生非你不嫁。什么？你只对他有感觉？那我算什么？我已经有了3位娘子，我不能辜负他们。但是你已经各疼我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在这里，我还是走吧。臭男人，占我便宜，还让我主动向你示爱，可谁让我喜欢你呢？孙郎，奴家又不争，只要我们成亲之后，你每7个曜日宠幸奴家1次，奴家便心满意足了。娘子们，我是相公花心，实在是为了起义成功，我必须提升南宫红颜的好感度。再说人家一介女流孤负伶仃的也不容易，我总要有点爱心吧。承蒙南宫小姐如此厚爱，在下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魏贤的命我要定了，南宫家的血海深仇我替你报，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。我要你啊！明明说好，你几点一次，没说1次就是1天啊！我再也不相信女人说的话了。孙郎，哎，你着急走干嘛？是奴家不够好吗？我靠！不过1日，怎么长了这么多好感度？红颜，你不对劲啊！祸事了，祸事了！抓过去！莱阳郡守杨雄的副将带兵前来这里，离咱们只有5里了。他们来了多少人？20人。那咱们有多少人？10万人。那你怕个棒棒槌！天天祸事了放嘴边，弄得人心惶惶的。走，改口啊！那我该说啥呀？孙首领，
我家大人已诚心投靠，共谋大计，还要孙首领明日于溧阳县城内商谈，望孙首领务必前来。这摆明了就是鸿门宴嘛，3岁小孩的把戏，连我都看得出来。魏贤大军不日便到，杨雄用此计，一来是想在魏贤面前证明自己虽未出兵讨伐，但也并非毫无作为；二来若是相公答应前往，他便可提前设下埋伏，立下奇功。杨雄这么做虽漏洞百出，但对他来说却是一石二鸟。你连这层都看不出，你智商也就6岁左右，你，杨太守果真诚心投靠于我，千真万确。你发誓，你要是骗我，生儿子没菊花，生女儿像星星。末将对天发誓，绝无虚言。还好我不孕不育。好，既然杨太守如此诚心，那明日我便单刀赴会，共谋大事。不愧是农夫出身，这点计谋都看不出。明日就是你这废物的死期。至于你的4个老婆，一看就好生养，我必霸占一个。孙首领不愧是孙首领，末将这就回去禀报。孙郎，这明摆是有阴谋，为什么还要去啊？魏贤率兵不到2日便会亲至，我们现在只有几个山寨可守，就算赢了也损失惨重。但是如果我们先拿下莱阳郡那几个城池，那情况完全不一样了。可是明日前往，相公若带大批人马，杨雄必然不会露面；若是只带几百名侍卫，必会着了那奸贼的道。娘子不用担心，相公自有妙计。之前大老婆神级奖励送的装备，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相公，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呀？此物名为众生平等器，使用之前，当大呼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”，然后再轻轻的扣动扳机，就可以轻易的将敌人击杀。若是相公只带数名侍卫，再带着这些武器，出其不意之下，便可斩杀杨雄。即便面对几百兵马围攻，也可反败为胜。没错，所以明日我的计划是，子健与红颜你们2人随我一同前去，那杨雄势必会放松警惕，到时候我们直接发难，来个擒贼先擒王。好，好。孙郎永远能给我带来惊喜，好期待明日能跟孙郎一起上阵杀敌。相公，人家也想跟你一起去。你看，我最近也有锻炼身体，看我胳膊上全都是肌肉。好，没错，相公，也带我们一起去吧。我和婉儿虽然没有大姐和红颜那种身手，但也想为相公分忧。好，明日我们夫妻5人一同前往。红颜如今好感度已突破60，能开启史诗级奖励了。我倒是有些期待 S 级的好感度对象能给我什么样的奖励。系统，我要抽奖。现为宿主开启南宫红颜史诗级奖励，步兵3万，骑兵5000，弓弩手5000。我如今已有3万人马，再加上这些，足以抗衡魏贤的大军了。几波长花无缺听令。在，命你2人为左右前锋，率5万大军，兵分2路连夜出发，将莱阳、兴阳2城团团包围，围而不攻。听我命令行事。5万兵马，怎么可没那么多人马？我有4万精兵，藏在据北30里外的藏兵谷中。你们持我令牌，便可调用。主公竟然有这等底牌，连花某都不知道，真乃神人也。他若真有4万精兵驻扎在那里，我就彻底服了他。来，娘子们，来教你们使用这个武器。不用羡慕别人的生活，换个角度看人生，你会发现，幸福就在你的身边。几位大人，给口吃的，救救我家孩子吧！多日未进食，又感染了风寒，快把相公研制的6味地红丸拿来。谢谢。你们
是逃难的流民。我们是从大周与大秦的边境逃难至此，又遇到了山匪，已经7天没吃饭了。我们都没有住的地方。你有巧儿，我的孩子，你终于醒了。谢谢几位大人，谢谢几位大人。我这有些银钱，好生保管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保重。若这乱世结束该多好。会的。还敢待在这里？快走！找死！哎，孙首领，我就是怕这几个贱民打扰到您嘛。他们是逃难的流民，杨太守为何不开门，让他们进城好生安置？孙首领，您这说的什么话？如今天下大乱，人命如草芥，像这种老弱妇孺与畜生无异，留着他们浪费粮食，与畜生无异，与畜生无异。此地往北30里，有一地名为红农县，那里有免费的粥食发放，你们可以去那里避难。谢人，谢谢大人。走。自己的小命都难保了，还在这里同情猪狗。既如此，你这4个貌美如花的娇妻，我和杨太守就帮你宠幸了。走，孙首领，请留步。我家大人真心投靠，为了防止弄出误会，还请孙首领进城前，让末将搜个身。没问题。那么接下来，该4位夫人了。我先提前过瘾。我的夫人，也是你这种奴才有资格碰的。这位将军不要生气，我们只是些弱女子，怎么可能随身携带什么武器啊？哦，这个就是新城做给小孩的玩具罢了。对，哄小孩玩的。是啊，是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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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对，除此之外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带。我家相公诚意前来，这就是杨太守的待客之道吗？这就是杨太守的待客之道吗？传闻杨太守人送外号霹雳手，平日里爱把玩一些小物件，这个算是我送给杨太守的小礼物。孙首领有心了。那么孙首领就请进城吧。对了，我家大人想与孙首领密谋，所以只能孙首领一人前去。还请4位夫人在城中的驿馆稍作休息，末将已为4位夫人备好了美味佳肴。大人，那孙贼说只带其4位夫人前来，不知其中会不会有诈？他的4位夫人，只有那顾子健与南宫红颜会武功，至于另外2个，不过柔弱女子，不足为惧。只是不知那孙坚的武功如何？没人比我更懂他有点手段，但远没到宗师境界。只不过，这小子总会用出一些令人想不到的阴谋诡计。用计谋？他一个农夫，还比得过我这个太守不成？我已布下绝世妙计，只等他来，我定叫他有来无回。大人已经设下天罗地网，任你有什么手段，也只能死路一条。那么孙首领，就请进城吧。好，带路。这2个球无论大小、重量、手感，都深得本太守喜爱。孙首领有心了，本太守
敬你一杯。此球内有乾坤，算是我送给杨太守的小惊喜。哦，是吗？哎，太守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慢慢把玩。我们还是先聊正事吧。所谓不作死就不会死，你若真心投靠，我便能兵不血刃地收下莱阳郡3城。你若是动别的歪心思，即便牵连无辜将士，我也要杀你。看你还算孝敬的份上，我给你指条明路。现在，主动归顺魏相，我也可在魏相面前美言几句，饶你一条狗命。杨太守果然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！这么说，没得谈了。我当以为你是什么英雄，没想到今日得见，居然愚蠢至极。你已迈入我部下的天罗地网当中，谈条件，你配吗？我靠，就判了这么几个杂鱼，也太不尊重我4位娘子的实力了吧！狗东西，你现在跪地求饶，还能饶你一命，否则你那4个女人就成为我部下的玩物。我杨雄的部下可是千军万马。嚯，不及妻儿，杨雄，我劝你做人不要太猖狂。我就要猖狂，我不光要猖狂，我还要你跪下求饶。我知道你鬼点子多，但你刚刚喝的那杯酒已经被我投入了剧毒。我不但要对你动手，我还要对你的女人动手。本太守有100种方法玩死，而你却无能为力。你已经把仇恨拉满了。既然如此，动手吧。好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你的女人是怎么被我玩弄在股掌之中的。西门先生，动手！寒江孤影，江湖故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这是魏贤麾下13太保之首，宗师西门庆许。据说他半只脚已经迈入大宗师境界。你们以为我傻？我会毫无准备的把你们引入到城内？且不说我在城中也暗中布下了500名刀斧手，就是西门先生这一关，你们也过不去。哼，叫啊！你们叫啊！叫我相公，我说不定还饶你们一条狗命。相公总说反派死于话多，以前我不明白什么意思，现在我终于懂了。要打便打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养精10年，未曾出鞘，没想到今日却要斩杀你们4个蝼蚁。也罢，今日我就让你们开开眼，见识一下我这青史一剑，天外飞。怎么可能？半步大宗师的绝世高手，竟然死在4个女人手里！原来这就是宗师的水平，我上我也行。不过他那招天外飞确实挺帅，只可惜前面话太多，哪像我们人狠话不多。全部给我上！小心！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。相公，敌人已全部肃清。相公，我们棒不棒？哎呀，你们棒死啦！看，这就叫娶妻忘3代。有这样的老婆，省了多少麻烦事儿。好啊，原来你就是靠巴结这4个女人才走到这一步的。不过你今日
你身中剧毒，最多不过1炷香可活。我如今已是大宗师之境，寻常毒药对我毫无作用。你用真气包裹毒液，你竟然也达到了宗师境界。好，那就看看究竟是你这个农户更强，还是我霹雳手杨雄更胜一筹。是，传闻杨太守的霹雳手修炼至巅峰，甚至不逊色于大宗师。只不过在运功之前，需要双手的力量运至巅峰。难道传闻是真的？还算你有点见识，但现在想要阻止我，已经晚了。不要！想跑，别动！不要！大人，想跑，别动！不要！哎！啊！我都说不要了。杨雄已死，我的5万大军已将莱阳郡3城团团包围，你们还要抵抗吗？如今奸相当道，百姓民不聊生，你们今后若想过上太平日子，就随我一起推翻这腐朽的大钱。我保你们人人有衣穿，有饭吃。我们愿意投降，我们愿意投降，不要杀我们，愿意投降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，不光是推翻腐朽政权，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，更是要兵不血刃，靠智谋取胜。这些士兵无非是为了几两碎钱，养家糊口才拼上性命，他们也是无辜之人。该死！又被这狗贼逃过一劫！我要将此事报告给魏相。杀了杨雄之后，我顺利拿下莱阳郡3座城池。杨雄手下的士兵们听说我的名声，大部分都主动归降了。没归降的，我也放他们自行离去了。而魏贤收到消息，则带领玄甲黑旗返回京都。我不知道他又在策划什么阴谋，但我知道我应该休养生息几个月，顺便谋划未来的战略发展。2拜，还拜天地。拜！夫妻对拜。送入洞房。相公，我们也去入洞房吧。哎，小龙小凤啊，那个作为过来人，我得嘱咐你们2句。那个我们有点事儿，我们聊2句，你们先回屋等我们啊。主公，有什么事能不能日后再说呀？对呀，今天可是咱们的大喜日子。哎，对呀。你们倒是喜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这身体受得了吗？来，过来。完颜太子，我已决定逼前景帝退位，取而代之。届时请太子发兵30万，与我合力一起消灭大周，平分这天下。我为魏贤献计3年，一路将他捧到现在的位置，却因为中途杀出的孙坚而影响了我的计划。如今大前内乱未定，与大周继续交战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魏贤还真是蠢啊！不过那个叫孙坚的土匪倒是有2把刷子，连我这个从现代而来的穿越者都对他刮目相看了。系统，你觉得呢？来，快！作为过来人，我嘱咐你们2句。婚姻那是一种责任，一种毅力，里面的水很深，把控不住啊！相公，你该不会是找借口故意想溜吧？别忘了，
你可是有任务的哦。没有。相公，哎，莫不是你嫌弃我等，一次都不给了吧？不，你还说你自己什么实力，心里没点数吗？孙郎，哎，这么着急走干嘛呀？主公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有事。认识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不知道二位的真名呢。哦，对，一直以绰号相称，忘记跟主公报名号了。哎，在下钱万里，在下钱江山，万里江山入我怀。走了，走。相公，哎，走呗。走。哎，我不知道，我今天即使我喝了点酒，今天状态真不好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